周礼有云：“邦交者，问也，聘也。”如今，贵国天子弃国，北朝大军逼临京畿，公卿必位，人心思变，鼎益之机只在选种之间。冯国公酷命老臣，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下不能治六军，抚黎庶，竟然逼废国礼，拘禁使臣，驱使上国之士如遇奴仆。国乔相公此来是问言，是聘言？徐鼎臣，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礼崩乐坏的是大晋，不是大唐。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先帝做得，多灵公自然也做得。杜重威能卖河北株洲，却未见得敢卖河南。桑某干。燕云16州，便是桑某卖与耶律氏的。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千古名册在上，你桑维汉，便是那华夏明教第一罪人。已经是了。多卖几个州，也不过依旧还是。既然如此，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什么叫做打草谷，什么叫做倒灶菜，什么叫做米肉铺子，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一息硕精，桑某余愿已足。桑国乔，你到底要干什么？冯令公说，咱们大晋没出息，能降北国，不可以降腋下。遑论张彦泽，那是尔等的事啊！也是尔等的事。国乔，辛苦了。持国秉政，桑某不及令公；卖国求荣，令公不及桑某。徐铉答应了。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编入侍卫清军的南唐使团护卫，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兴协助编练弹压，城破之前当不会为乱。京师之乱平复之前，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下官水丘替大王谢过曾相公。桑相公，请恕小子无礼。若南唐不肯就范，执意和张彦泽书成示好，相公真会卖了河南、河北、株洲吗？司空，自非我等藩臣可知。水丘公，我想知道答案。以前郎所思，桑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小子不知道。小子自幼束发受教，
读了许多圣人诗书，夫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可不管怎么说，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是吧？前郎既知是非，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呢？若在杭州时，此事无可争议，必然是不对的。然则，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原本以为的是非，似是而非。及至今日，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竟突然觉得，此时来问及是非，如问鸡鸣何不食肉糜，荒天下之大谬。为何会如此想？小子也不知道，只是心中一时疑惑，便问了出来。还望相公恕罪。年轻真好啊！相公说什么？没什么。桑某痴长一些岁月，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愿听相公良言。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将16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祖宗故人皆从左任。此乃桑某万世之罪，此乃中原万世之耻。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势，桑某无奈为之，请郎君莫要犹疑，当即扑杀此僚，与世人除此奸恶。为契丹会同10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祭墓名誉，告谕四方。兹尔时事，以晋侯之资，困守绝瓮，田不过1城，众不足1旅，危身苟命，自成大土。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盈途，触目惊心。朕心敏恻难安，唯念苍生之喘。欲解倒悬之机，南州赤子饥寒相望，故兴吊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期以扩清宇内，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兹尔少君，荒民失次，善计宗挑，辄敢抗尊，自起信端，冒读纲纪，涂炭非尔所希，可自去尊号，迁居别业，贬为副议侯，以待明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全东京留守，军国庶务亦应委之。汴州官变，亲卫将校移听差遣，
领遵君命，有作奸犯科、狂悖五上者，朕岂吝五行之诛哉！亲哉，勿负朕望，贤使之息。这便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既如此，10日之前又是何必？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值得吗？杜令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师，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鼎革大宝，君临天下。效仿先帝，也做儿皇帝吗？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此国贼也，汉贼不两立，人心沦丧，无忠无义。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而抛弃义。苍生社稷，忠孝节义，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这世上啊，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这里。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北国势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数人眼中，胜负已定。若让尊兄来选，是压朝廷，还是压契丹呢？可令公与桑某，却只能压朝廷。这10日之战，便是要告诉天下人，在此人心背离之际，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末将奉令公父率军命，率军驻守阜城，前后共计10日，战没671人，战伤732人。现奉命归城，向令公与父帅交令。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去老夫府上，把家人接回去吧。谢过令公。末将殿前承旨，侍卫秦军第18指挥，中书门下堂后侍卫秦从官，待遇器械赵匡胤。恳请令公顾念军心，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
小畜生！宫阙之下，岂是你胡闹的地方？令公，犬子无状。拿来。令公要的是什么？战末有功将士名册，还未写好是吧？无妨，老夫等着。战末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也是要做的事。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是我失于计较，致使贵人陷于宵小之手，惊扰了贵人，有罪。陛下的诏命里还有一件事，需你我去做。是了，要迁废帝于别宫。只是据某所知，这汴梁城里并无第二处宫室可居。我也是，迁居开封府正衙便是。此事mau去办。京师这些穷酸做大，明知自家吃不上，却也不叫旁人去吃，坏了我与杜令公的大事，也不至于他们竟有何好处。中军，末将在。张榜图形，全城缉拿细作郭荣。末将领命。参见大人。下官吕应参见上官。下官见过相公。相公驾临府衙，所谓何来？怎么？我不当来啊？相公说笑了。子平是清泰2年礼部侍第6名。我记得不错吧？正是。依榜进士寒窗10载，适鹤12年才做到了京师判官。
乱世搓磨，也无过于此了。契丹天子的诏命，知晓了吧？学士院送来了藤卷，下官正在整理户籍填土账册，收拾印信案卷，待那位张太尉到来，方便移交。好，既然知晓了，那你听好。恭听相公君谕。自即日起，你便不再是开封府判官了。自你以下，一应参军、衙役、书吏一体开革。念尔等10余日来奉职上称本分，本府开恩，趁着账面上还有些公帑，每人可多支3月钱米，各自领了。散去吧。开封府判官虽为左吏，按制却是堂厨之属。相公虽为枢密，却不当越过冯令公，处处京官。请恕下官无礼，不敢奉命。下官不敢奉命。下官不敢奉命。走吧，子平。你还年轻，还有家人。相公，薛某不才，已知大难将至，却不敢牺牲狗命，以窥职守。你想好了？不过是一死而已。轮不着你，桑某才是大晋朝开封府尹。我倒是哪个大胆的错的，却原来是桑相公。你来的真慢。无礼！这是桑相公。我奉契丹天子诏命，接管开封府衙。桑相公，你素来是识时务，想必不会阻拦。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你接管不了。送了。不肯奉诏。你这阿蚱杀财，明明死期当至，还自以为得机，实在是夏虫不足语冰啊！少尉，你莫要给脸不要脸。桑某卖了燕云16州，宜修万国。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却又哪里来的脸面倒招给桑某？印信何在？砸了。户册与案卷呢？烧了。你这是得了失心疯？
还是换了谭正迷了心窍？诸般筹谋，窥暗室，一番计算，总成空。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亏。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因为你是一个蠢货。好，桑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旧五代史称其辟邪之治，地构之功，亦可谓社稷臣也。然而，作为出卖燕云16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评与鞭笞。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态度鲜明地批判桑维汉曰：“谋国而遗天下之大患，此为天下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汉当之。”中军，末将在。小谕全军，给假3日，全城大肃。打头阵的弟兄，当做第1日，其他人2、3日，让弟兄们记好时辰。大后日晚间，驱使各自归队。谢太尉。